有缘人，今天我要把所有的天机泄露给你。我不怕泄露天机，我就是来泄露天机的。现在宇宙允许了，能刷到今天这个视频的2025后会越来越顺。你们是宇宙选中的人，新的世界，新的模式需要你们继续发光发热。今天把所有天机告诉你们，也是我最后一个这个系列的视频，因为往后没人需要被渡，也没人需要被拯救，不该存在的宇宙会自动淘汰，留下的人都是具有一定的觉醒意识和宇宙需要的人，他们更不需要被渡，他们明白这个视频是为了这个最后的阶段。我想让更多的人上最后的玄无更新的这个船。各位佛友道友，星际种子，其实你们中也有很多人入局了。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掉进一个局里，从生到死都是在局中，从不怀疑先人的教育，也不怀疑书中的内容，盲目遵从。这么久远的东西，谁能保证它在传承中会不会变质，会不会被改动？只需要小小的改动，就可以让整个事情的运作往相反的方向走，让人真真假假分不清。举个例子，野兽在大自然中是野兽，为什么它出生时被人类圈养后就成了家畜，甚至连狗都打不过？这就是局。人类在收养一个野兽的时候，已经制定好了它的一生，就已经设计好了它的走向。如果它敢伤人是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从小把它培养成不会伤人的宠物，让它失去它本来的能力。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真相。一个只有纯善良的人跟傻瓜没有区别。按理说，根据佛道修行者留下的思想，好人善良的人应该会过得更好，但是现实中往往是被利用。你有爱，别人就可以利用爱；你有善良，别人可以利用善良。因为宇宙是阴阳，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流传到至今，所有流传的都给你讲光明的部分，而黑暗的部分被篡改或者被删掉，内容已经不完整了。你们还要遵循这样的内容？宇宙没有道德，没有好坏，没有分别，阴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暗能量、负能量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没有负能量就没有正能量。为什么会掉进局里一辈子不自知？因为你不接受负能量，你不接受负能量也是你的部分。极致的善和极致的恶都是一种傻瓜，跟机器人没区别。第二，宇宙没有情感，所以体会不了你的痛苦。在进入游戏的时候，你的高我为了和别人比赛，选择非常痛苦的人生，毫无情感，他们理解不了你的痛苦。从人类角度来看，你的高我非常的残忍，而且麻木不自知。人类理解不了高我，高我也理解不了你，他只会给你更多的痛苦。你别指望你的高我会帮助你，你只能自己帮自己。方法就是觉醒，觉醒并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神秘，其实就是破局。一切是设定好的，那么不按套路走就是破局。
而且在这个现实社会，你反而会过得更好。第三，抑郁症。抑郁症是好人病，没听说过哪个坏人能得抑郁症。你不要觉得自己得了这个病就是不好，你只是对自己太狠了，而不对别人狠。你要是把狠都给别人了，你都不会得这个病。不要做极致善良的好人，不要伤害自己，不要接受别人给的定义，而是不接受，不相信。我告诉你的都是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方法。活在当下，不就是要现在活好吗？第四，月球自然人对灵体的植入。越是强大的灵魂，越会被打压下来。之前要经过月球基地的中间站，而那里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操控、监视、洗脑、记忆清晰等等，经过这里再投胎到地球的。而这中间，如果你的灵体特别强大，会植入更多打压的东西，比如恐惧、永远不被爱、负面低频、感受不到爱、接受他人的操纵、接受负面人的干扰，没有力量，无法活出内在之光，链接不到高维，链接的都是假的。穿上石头做的衣服，沉重，认为自己有罪等等。植入方法类似催眠植入，但是真真实实作用在你的灵体上。比如你的心轮被堵住，会看到你的头脑里有章鱼在给你负面低频的能量，在你能量通道上很多细细的虫子来让你能量不通。请问这样人还能活好吗？靠现在的佛道根本行不通的，所以需要新的方法。那些你以为是你做的事，是你想出来的事，都是在局中。可以说你走的每一步都已经是设计好了，你只是在按他们的计划走，去实现他们的计划而已。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你。能明白这个的人，古往至今只有老子。第五，全无和纯无。全无是所有组成物质的能量的本质，纯无是一切无形的能量。全无和纯无创造了这个宇宙，简单说是电脑的主机和代码。只有凝聚纯无的人才会真正解脱，了解本质，破局，不在系统里。凝聚纯无的方法是用一无所有的心境去承载一切，就像水，水是最像纯无的东西，水才是最强的，无形无色无味，这才是顺其自然。水承载着万物，又有一无所有的心境。确实意识是可以产生物质，但是你身体就有很多阻碍，而且就算破了阻碍，地球常有自身的系统设定，不可能突破的。比如光速不可突破，所以在地球意识决定物质时间不是瞬间的，而是很多年，而且还要被筛选才决定要不要给你的。决定权是月球内部基地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从人类角度看他们是坏的，但是宇宙并不这么认为，不然也不会有他们的存在，而且他们引以为傲。举个例子，我们把战争上杀人的作为英雄引以为傲，这个事别的外星人也理解不了。说的再明白一点，
轮回是他们来控制的，但是并没有那么玄幻和神秘，都是靠一个机器。原理就是下来时候先清除记忆，再洗脑，再植入催眠植入，比如死后回到这个基地，回到光的地方，那么死后基地会派出一个光，根据这个光的指引到基地再次用投放而已。所谓地狱天堂是他们制造的投影和幻觉，也是一种催眠。当你发现是幻觉，你瞬间会不受控制，幻觉就会消失。第六，因果。很多人理解错了因果，甚至修行人都没有明白因果本质。现在认为的因果是你种下一个好的因，就会有好的果。如果是这样，那么主宰世界的不该是坏人，而是好人，而且应该都是好人说了算才对。现实是刚好的相反，他们要求我们做好人，然后他们自己做坏人。因为因果是好的因可能会有好的果，但是好的因也会种出坏的果，同时坏的因也会得到好的果。举个例子，你觉得买彩票是坏的因，但是它中了就是好的果。比如经历痛苦确实是坏的因，但是他得到的果确实是好的。对我来说，因果只不过也是洗脑的手段之一，是植入。因为大家从纯无漩涡而来，本自具足，生来完美，没有有罪一说。当你接受才是你的罪，才会成为你的枷锁。第七，玄无更新。从2012开始，每10年漩涡更新一次，不管是科技、精神都会跳一大步，以往的很多规则都会破灭，而有一大批人会淘汰。宇宙会用自然灾难，也有病毒、癌症的，但是留下的都是觉醒的人。这样应该就能明白玄无和纯无的意思了。因为在一个宇宙里已经达到最高级别的那个星球，想在网上升级，就必须结束整个宇宙，再重新去另一个宇宙的。所以他们是在等待地球的升级。因为我们拖后腿了，最低的就是地球，又不能放弃。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不能抛弃，所以他们制定了很多计划来帮助地球去升级。星际种子就是这么来的。可以说整个宇宙在看着地球，此时此刻因为比较重要，转变的阶段很重要。这个阶段一过，往后是新的宇宙、新的规则、新的人类、新的地球，所以旧的所有规则东西都不可用。举个例子，就是石油突然不能用了，就得强行发现新的能源，这就是更新的阶段。宗教也是，人也是，因为以前的世界不完美，以前的东西都抛弃吧，只会成为绊脚石。接受新的思维、新的知识、新的地球、新的宇宙。第八，命运。其实命运很简单，命是定好的，命只会在阶段性的、强制的、定好的。比如你20岁该经历什么，会强行让你经历，然后30岁、50岁，这个没法改，它只是发生在阶段性。
其余的教运是你决定的。如果你被那个命影响了，而决定了后面的照常运行，那么基本是定好的，连死期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可以算命很准，而运可以自己决定。你不按常理出牌了，那么就是改变命运。举个例子，发生一个事，你按往常的方式去做就是定，你不按往常开始思考，开始慎重考虑，再做决定就是改。第9，一切都是虚拟的。元宇宙大型游戏根本不需要有任何负担，你只管自己开心，只管玩，怎么玩都行，用玩游戏的心态去做吧。你是宇宙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为你而创造的。身边的人、世界、宇宙都是为你量身定做，你不要当 NPC。 我希望你展翅高飞，披荆斩棘。最后，如果你真的成功凝聚纯无，我们还会再见的。然而很多人都觉得这辈子过得没意思，过得辛苦，过得绝望，过得无聊，过得没有激情，过得迷茫。也有很多人说下辈子不来了。坦白讲，你们还得来，我给你讲讲为什么。你好好听一听，我们之所以过得这么痛苦，表象有千百万原因，没钱、缺爱、欲望、贪念等等，但其实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忘了一些事儿了，你忘了你是谁，你忘了你来干啥了。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舆论，叫做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很火，并且得到了超级多人的共鸣。我斗胆跟大家说一下，并不是父母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而是我们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借助他们来到世上，完成自己的因果。这就涉及到人们常说的轮回。我将从2个角度给大家提供依据，包括不限于这2个角度分别的核心定义、运行机制、自由意志以及解脱方式。第一个角度，灵性的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任务性轮回。这个角度就涉及到民间信仰了，比如说灵魂、灵体、灵性契约、宇宙意识等等。有些人说的催眠也在这个范畴之内。这个角度支持的理论是，生命是被赋予特定目标的，也就是很多人常说的任务，比如说来还债的，来报恩的，来体验的，来刷积分换等级的，甚至说来拯救苍生的等等。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完成任务，需要完成既定目标，完成了才能升级。也就是说，你干完活才能跳出轮回，才能得以解脱。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常说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你来的时候计划好了，但事实上你不一定按照预定的计划去走，因为你想不起来，你的脚刚一踏上这个地界就全忘了。举一个例子，小朋友出门去打酱油，一出门就忘了酱油的事了，一会儿蹲在路边逗逗狗，一会儿看会儿热闹，一会儿看人家吃个糖葫芦，一会儿谁给一块糖还吃得美滋滋的，一会儿又想起自己是一个人出来的，大人没在身边，也没有同伴哇哇一顿嚎，各种折腾。
但是无论他怎么折腾，他就是想不起来酱油还没打，所以这个小孩就痛苦，就哇哇哭。这个例子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自己的人生被各种第三方的声音诱惑着，绑架着。所以觉醒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觉醒就是你突然想起来了，你出门是要去打酱油的，然后你就跟刚刚斗过的那只狗说拜拜，跟给你糖的人说谢谢。总之，你会跟不同路的人告别，你会忽略那个糖葫芦的诱惑，你会不在意街边的那个热闹，你心里会暗暗地记得给你糖的那个人，然后坚定地去找酱油，那就是你出门的目标。可是因为你还小，对环境不熟悉，对社会不熟悉，又没有同伴，也没有大人跟随，所以买酱油的这个路虽然不长，也不远，但你也需要一路询问，并且要学会躲人看车，提防人贩子，注意安全。这一路上你要说无数次谢谢，也要无数次躲避危险。所以你想起自己要去打酱油的时候，这只是个开始，觉醒只是个开始，后面山高路远，你既要打到酱油，也要记得来时的路，于是就顺便看看沿途的风景。从打酱油，我们就要说到每个人的任务是不同的。任务这个词儿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级，那么神秘。比如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去菜市场买2斤大蒜回来，它可以就是这么简单平凡。又比如交给你一个任务，强就是那个奄奄一息的患者必须就回来，它也可以是这么艰巨，这么伟大。于是有的人来到这儿的任务就是报答父母，所以他这一辈子只需要照顾好爹妈，其他的事都不归他管，都不重要。有的人就是来还情债的，所以他这辈子就是要对另一半无条件、无底线的好。当然可能还的也不只是一个人，有的人是来拯救苍生的，所以他们这辈子可能是要做医生、做教师、做军人等等。有的人是来推动我们这个模拟世界的发展，所以他们这辈子可能就是要去搞科研，可能就是要去做经济等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目标都不同，所以你不必要站在自己局限的视野当中鄙视他人或仰望他人，更不应该诱导他人或要求他人。你之所以感到痛苦或者觉得无聊，感到迷茫或者绝望，就是因为你的任务失败了，或者是你迷失了自己的目标。换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你忘了自己的任务了，你把自己强制安排到了不太匹配的那个岗位上。你尝试一下，别理会社会对你的洗脑，你安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环境里能够自如，能够放松，能够更像自己。所以能够长久放松、长久自如的情况，都是基于获得了成就感之后。也就是说，你的既定任务完成了之后，大家可以回想，你身边也好，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也好，
那些游手好闲、闲吃等死不劳而获的人，或者说很麻木，就是拼命赚钱的人，即便是家财万贯了，但是安逸的长久生活对他们来说叫做无聊，就是因为内心是空虚的，没有成就感来填充，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完成过任何任务，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找到过人，也没有执行过任何人。你们感受一下，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灵性的角度，解脱的方法就是完成任务，完成既定目标才能解脱，或者叫才能跳出轮回。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自然是不能解脱的，就会陷入到无限循环，直到任务完成。完成任务才能跳出轮回，才能解脱的这个游戏规则，它不由你的自由意志所决定。你没有机会拒绝任务，但是你可以自主选择完成任务的方式，比如说一次性还清还是按揭，总之还完任务就完成。如果还到了一半，你跑去干别的了，那么有一天你还得再赚回来继续还。前面我们就说了，你还会再来完成你的任务，来把这盘游戏打完。所以在这个层级的角度当中，想要跟大家说，做不好的事情别焦躁，先安静一下，换个思路，问题总会解决的，根本就到不了逃避或者是放弃的那一步。你想一想，既然你来之前都定好了这个目标了，那就说明你已经积蓄到足够的能量来应对这一场了，只不过你中途可能用错了地方了，没事儿，找回来接着干。另外也想跟大家说本不该说的话，希望大家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无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是你来这之前不惜一切代价要见的人。可能是我必须见他，我还欠他200块钱呢，我得还他。无论你跟这个人是什么缘，你都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见他，这辈子才能见到他。如果这个人实在让你万分痛苦，但又分不开离不开，那么无论他是你的爱人还是亲人，你就尝试尽你全部力量，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一次。请注意，毫无保留。帮完之后，你一定不会再痛苦，不会再内耗了，因为结局要么就是你们的关系扭转了，要么就是得你所愿，彻底分开。生活中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要放弃机会，不要放弃生命，更不要放弃自己。有些人说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我坚持不下去了。咬着牙你也给你自己坚持住。当你放弃生命变成灵性生命的时候，当你站在另一个视角看待你曾经的经历的时候，你就得捶胸顿足，就差那么一点儿，我当时怎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了？这回好了吧？就这么点事儿，还得再重来一遍。但如果你在每一次经历的时候，都习惯性的遇到难过的坎儿就放弃，那么你将会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重来一次，又一次换肉体去经历你认为的那些过不去的坎儿，你的灵魂会一遍又一遍的悔恨。所以别放弃，你可以选择任何方式
让自己安静下来，跳出之前被禁锢的那个思维。一旦你的视角换了，再复盘一次，你马上就能跨过那个坎儿。你就抱着拼了这个心态，到此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有任务，所以我们来到了这儿？不是，或者说比较片面，来的都是有任务的，但并不表示有任务的都会来。那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儿？这就要讲到第二个角度，因果，也叫因果轮回。这个角度主要是佛学体系，当然了，原始印度教和其他教也支持这种角度。这个角度能听懂的人一点就透，所以我们就言简意赅地说，这个角度支持的理论是生命流转是由无明和业力驱动的，它没有预设的目的，没有预设的目标，就是因缘聚合与消散的过程，所以不涉及到任何，也就是说一切现象都是因条件而生的，没有第一因，也没有最终目的，叫做无始时来，一切都是因果，即便是佛也受因果的支配。这里提到了无明与业力。无明是什么？无明是佛学的概念，它的含义包括但不仅限于无知，它是对真相的误解。比如说，误认为五蕴就等于我，搞不清楚什么叫无我，更不理解什么叫缘起，不能接受无常等等，无明就引发贪嗔痴。所以无明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业力是什么？简单来说，业就是行为。佛学里细分为身口意，身业就是你身体的行为，口业就是你的表达，意业就是内心思考，业力就是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业力就是你的行为带来的影响，你行为带来的后果，这说的就是因果。所以回到第二个角度的开篇，生命的流转是因果轮回。因果轮回是由无明和业力驱动的，但是因为因果不断叠加交织，所以业力成熟的时间并不是固定。比如我们常说的现世报、来世报、多世报等等，在这个角度层面来讲，你之所以痛苦，你之所以觉得无聊，感到迷茫或者绝望，就是因为你不能够明白我不能够接受无常，并且还深深地陷入了我执。刚刚我们就说了，来的都有任务，但有任务的不一定都来。就是在这儿，如果能够破除无明，当下就觉悟，并且放下我执，就可以止息轮回的驱动力，也就是说不用再来了。综上，如果你说下辈子我不再来了，那么你要么好好的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不要混日子，不要将就，不要对付着过，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破除无明，放下我执，不然怎么都得来。然而看到这里，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自己看了那么多的灵性书籍，甚至还去学了很多课程，道理好像都懂，比如说都知道我们来人世间是来体验和学习的，现实的三维世界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我们是在其中演戏的演员，
真正的我们跟宇宙是一体的，但是好像这些灵性的理论很难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接触灵性修行的朋友都会有的困惑。接下来就跟大家来探讨，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灵性的理论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来。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学习的这些灵性知识，它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主要是因为它们都还仅仅停留在了我们头脑知道的层面，还远远没有深入我们的潜意识。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靠的都是我们的惯性，也就是我们深层的潜意识去做的反应和判断。比方说，今天你在地铁上遇到有一个人踩了你一脚，依着惯性，你当下的反应一定是觉得这个人很讨厌，自己很倒霉。但是灵性的教导会告诉你，被人踩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它有可能是把你生活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拆分成很多小的负面，从而抵消掉。总之会告诉你要积极的去看待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总是在学习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但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一定是抵抗和排斥的，主要是因为灵性教导的这个逻辑，它不符合我们从小到大的经验。即便我们可能在事后回味过来，应该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看待被人踩这个事儿，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反应和感受已经将你那一刻的频率给锁定了。也就是说，你之后还是会遇到同样让你感到烦恼的事情，因为信念不改变，循环就还是会继续。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头脑层面的这些指导，还远远不足够抵抗潜意识的力量。所谓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认知模式，它不仅仅是说我们活到现在几十年所累积形成的，甚至涵盖了更久远之前的生命所经历的信息。所以我们光想着说用后天学习到的这些灵性知识去改变我们的信念和行为，那就好像是蚍蜉撼大树，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头脑里学习到的这些知识，它就好像是空中建立的楼阁，它是没有地基的，我们必须自己去建这个地基，才能够让它们实际落地产生效用。那我们要怎么去建这个地基呢？答案就是去感受和体会真正的自己是谁，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本来面目。当你感受到真正的自己是谁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灵性知识和理论都会变得鲜活起来。这就好像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葡萄的人，一直在听别人跟他说葡萄的味道，尽管对方描绘的绘声绘色，但是葡萄的味道对于他来说都仅仅是一种头脑里的概念。只有有一天他自己亲自尝过之后，他才能真正的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不仅要去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亲身去体悟灵性。因为知识的获得，它是在头脑层面的，但是灵性的体悟，它是超越于头脑之上，在心灵层面获得的。那我们要如何去体悟呢？
其实就是让头脑暂时休息，去感受我们存在的那个纯粹的意识能量。你可以叫它高我、源头、一切万有都可以。所有能够让头脑休息下来的事情，都是去抵达它的途径。比如说觉察、打坐、冥想、催眠等等，都是与源头连接的工具。只有当把头脑剥离之后，我们才能去感受真正的自己是谁，哪怕只有短短的几秒钟，那种与真我相融的震撼也足够让你刻骨铭心。以后你再去看任何的灵性教导，都不再是一种单方面的接受，而是一种共鸣和印证。有人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而已。而当我们感受过真我之后，这种感受也会带来一种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常说悟后起修，就是因为只有你真正体悟过之后，你才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强大，你才会真的甘愿臣服，去走上一条降服自心的道路。而这个力量也会帮你打开一个非常神奇的视角，叫做旁观者视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惯性模式和信念还是会时常出来干扰你，你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是不一样的是，你可以用旁观者视角看着这些烦恼，觉察着它们。当你能够觉察你的烦恼，你就不是他们，你就有机会随时改变你的信念。当你的信念改变，你的生活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而当你能够深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的灵性成长才会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你才能够把那些学习到的灵性知识灵活地运用到生活当中来，并且内化成自身的一股力量，将它们真正的为你所用。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感恩宇宙高维传讯。愿你接收到宇宙的智慧与能量，开启人生新篇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